当前呢，楼市全面的松绑，鼓励人们买房，但是呢，老百姓很多是持观望的态度，不再呢下手买房子。造成这个的原因呢有很多。首先呢，就是3年的疫情，老百姓的收入减少了啊，没有呢这个过多的钱去买房子，因为房价呢现在是高位稳定。第二呢，就是说大部分的居民手里面已经有1套或者2套房子了，根本不缺房子，所以呢，在房价下行的时候呢，很多人也不会出手买房子。第三呢，就是说现在楼市并不稳定。2021年呢是猛烈的调控，2022年呢是全面的松绑，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未来房价怎么走，所以呢就直接选择观望，或者说呢漠不关心。那么经过呢过去20年的发展，房产呢也比较的畸形，房价呢也涨得很高，房住不炒以后呢，房价稳定了，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信心丧失了。那么基于目前的房地产现状，以及呢我们房地产所实行的政策，未来5年房地产呢会有4个方面的变化，这关乎到我们买房的每一个人。今天呢就具体来跟大家讲讲，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第一个变化呢，就是说开发商在未来的负债率会越降越低，也就是说呢，开发商的实力会慢慢的好起来，我们大概率呢不再会买到烂尾楼。为什么说开发商的负债会降低呢？之前过去20年呢，是开发商疯狂的拿地囤土地，因为呢中间有这个差价可赚，也知道呢这个低价拿地，然后呢在房价上涨的时候建房子，赚取的这个利润空间更大。其实呢，你要看在2021年之前，很多开发商的负债率甚至有的都超过了100%。一般的主流的我们讲，你的负债率呢，这个安全红线呢就是40%以下，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也不可能1分钱不欠。但是呢，很多开发商已经是80%甚至90%的负债，也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但是为什么过去20年这个开发商一直运转得很好呢？原因就是大家都看好房地产，都看好房价会上涨，所以民间借贷机构愿意把钱借给开发商，银行也乐意借钱给开发商，老百姓也愿意出首付给开发商，这些钱共同组成了开发商的现金流，所以开发商就能够不断的去拿地。但是从这个2020年的年底开始，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这3道红线其实就是为了让开发商降负债，不能够再疯狂的拿地。3道红线一出，很多人发现，我的负债太高了。如果呢不降负债，不降到一个标准呢，银行是不会再贷款给我的，因为也给了银行2道红线。所以开发商就在想办法降负债，比如说打折促销自己旗下的这些楼盘啊，又或者说呢做活动勾起这个购房者购房的欲望等等。总之呢，能尽快回款就很好。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呢扛不住了，因为过去的窟窿呢实在太大了。那么3道红线发展到现在仍然对开发商有效。那么这2年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开发商拿地少了，开发商正在降负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只要3道红线不取消，那么开发商的负债只会越来越低，然后降到我们所谓的安全红线以内。那么这个时候开发商负债少了，能够从各方渠道融资，又可以呢建房子了，资金流呢又一下子回来了。那么这样呢，我们买房子就更加的安全。再加上呢，今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烂尾楼停贷事件的影响，已经呢彻底的激起了我们老百姓的怒火。那么未来我们看到的烂尾楼只会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那第2个方面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呢会逐渐的减少，成为一个大浪淘沙的模式。同时呢，开发商租售并举的模式会来临。为什么开发商会减少？实际上呢，每一个行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些现象在里面，好人呢也分好人坏人。那么在开发商这个行业呢，也有好的开发商啊，也有呢比较坏的开发商。好的开发商呢，当然会设计出好的房子，
质量过关的房子交付给购房者，所以呢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但是呢，不好的开发商、丧良心的开发商，他建楼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圈钱，他根本呢就不会管这个房子建的质量怎么样，这个房子的户型怎么样，甚至他都不会管这个房子能不能建成，只不过呢利用自己开发商的这个光环或者说信用背书，让老百姓早点交钱，给你呢各种糖衣炮弹，结果呢老百姓就傻傻的把钱交了，然后呢开发商拿钱跑路了。但是呢，这几年房住不炒在实行，这个由于疫情的影响呢，全世界的经济呢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包括呢经济增速变缓等等，这些呢不怀好意的开发商就混不下去了。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商呢破产的这个数量明显在增多。那么未来房地产市场当中能留下的就是有实力的开发商，也是呢真正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开发商，最起码我们住的房子质量会很过关。那么为什么又说租售并举的时代会来临呢？那我们之前呢就提过，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未来几年要加大保障型住房以及租房市场的完善。我们之前呢曾经预测过，或者说想的是，可能这些公租房啊，或者说这些保障房呢，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参与。但是我们讲，地方政府呢，其实做的工作有很多，他要关注各方面的民生。而且呢，我们在讲一个事情，术业有专攻，开发商呢可能不参与政治，但是呢，他建房子在行。那么未来呢，开发商建房子的一个模式呢，有可能这一个楼盘一半呢是用于出售的，另外一半呢由开发商自己持有进行了出租，而且呢这个价格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监管的，不允许呢你弄高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真正实现了租售并举，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呢，我们既要保障高收入人群，也更要保障低收入人群以及呢来城市发展的年轻人。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呢，就是未来公摊面积的取消和现房的销售。从最近呢，这个内蒙古准备呢把这个取消公摊、上报住建部，以及呢这个山东实行先验房后交房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呢，在房价下行，在房产市场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有可能慢慢的就会全面的取消公摊面积和取消呢这个预售制度，改为现房销售。当然呢，这两个问题呢，在过去20年呢都没有怎么得到解决，如今呢可能是一个契机，可能未来呢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买房子呢更有保障。因为呢公摊面积呢并不透明，我们出了很多不该出的钱，因为呢这个预售制度呢让我们购房者承担了更大的风险。那么如果呢这两点能做到的话，我觉得呢房产市场可能呢还会再活跃一下。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呢，就是房价两极分化的稳定我们说呢现在房价呢是在一个高位的稳定状态。2021年这个中国的平均房价呢已经降到了9500块钱左右的水平，这和呢2019年的房价均价差不多。那么为什么回到了3年前，就是说房价涨到顶峰以后，有这个房住不炒在控制，这是一个长远的调控机制。总之就是明确一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到了2022年，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楼市全面的松绑，对吧？鼓励大家买房，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还鼓励呢这个事业单位的员工集体团购买房，还有呢降低利率呢等等各方面。总之呢，只要你想买房，就会给你呢创造各种利好的条件。然而现实呢却是大家并不感冒，或者说兴致不高。为什么？因为老百姓的信心不足。老百姓的信心不足也不是一下子提上来的。当前呢，我们国家的房价呢还属于是高位稳定有些地方呢并没有露出房价的真实面目。比如说2017年到2018年，这个中国的3、4线城市和县城的房价涨了，但是这种涨呢，并不是因为人口增加而涨，而是因为涨价去库存，所以呢才涨价。包括呢这个拆迁以后的钱大量的流入到这个房产市场当中。那么没有人口支撑的城市呢，房价一旦上涨以后就很难降下去。
过去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3、4线城市房价呢很高，对吧？那么现在呢，很多地方变得有价无市，那么再过几年，这里的房价呢就会撑不住，露出呢它真实的面目。到时候呢，1、2线城市随着这个人口的增加，一些核心地段的房价呢还会慢慢的上涨，只不过呢再也不会像过去20年涨得那么迅猛。那么3、4线城市呢，没有人，没有产业，房价只能够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这个海景房，对吧，已经呢鹤岗化了，很便宜了。那么下一步可能会有更多3、4线城市的房价呢会回归到理性。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